我觉得有点不对。卧云先生从来没让我等过。什么意思？最近这半个月，他金盆洗手，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，导致 WeCloud 的股价暴跌，蒸发了20几个亿。我不确定他还有没有魄力管墨镜的事儿。你是说他会变卦？请稍等，谢谢。Wendy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在这儿？是卧云先生约你来的吗？当然。他是故意的，把我们都约到这儿，让我们自己吵个不亦乐乎。别丢人现眼了，咱们走吧。留步！把你们约在一起是我的意思，是为了一次性把话说完。鉴于公司内部原因，我的投资计划暂时放缓，所以魔晶的 B 轮融资我不投了。过新年，非常抱歉。卧云先生，你看，计划书是您让我写的，我写完了，你总应该看一下吧？没有意义了。那你之前说的话是放屁吗？过新年，送客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请。过新年。骗子都是骗子，这帮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再重复一遍。下飞机以后有2个人过来接我，地址在定慧医院，期间不能回家。老爷不让出门是避免麻烦，我处理完了以后马上回香港。金先生，金城，跟我们走一趟，有案件传讯你。误会，听我解释。我们少爷回香港看病，我这有医院证明，已经给政府汇报了。有事回队里说。怎么回事，老董？少爷，少爷。又来了啊！王云武，原来微软的；李克，原来 IBM 网络安全主管。哎，你看后面戴帽那是谁？啊，孙川，原来也是 IBM 的。那孙川后面那俩呢？这俩人不认识，但也眼熟。魏东，你看看。算了，不看了，别气。这一下聚齐这么多人，他想干什么呀？这一看，也不是一下子聚起来的，这是预谋已久啊！你想啊，在这环境下架网线，铺设个办公环境，这代价够大的。
人的代价更大。哎，你们想想啊，这些人基本上可都是主管级别的。我问你们，就他们这些人给普通的价钱，能到这种地方来吗？我是真想不明白这托尼他想干嘛了。你说他想干什么事儿，咱也没说反对过。可是现在放在麒麟企业那么大的事儿不干，弄一帮人跑穷乡僻壤这儿，你说这是干什么呢？证明摆着吗？托尼拿着自己的钱，给自己盖了个秘密基地，这就是要单干。我们只不过拿钱买游艇，他的好，拿钱搞了个基地组织，背叛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。有什么事儿都在我身上。啊，孩子的身体还是很要紧的，我也跑不了。有什么需要我的可以说嘛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配合。当然。好，再见。这次我怕他回不去了。邵总，哎，找我呀？办公室说吧。都在啊。聊聊呗。好。不对吧？啊？这个行吗？请问罗文先生是哪位啊？你们是？我们是麒麟企业技术部的。叶志光叶总想请您过去开一个会。谁？叶总是麒麟企业的创始人，不知道吗？还有，大家先把手里的活放下，会议结束之前，暂时不要离开这个地方。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请吧。请吧。怎么就走干什么呢？什么情况啊？这些人你认识吗？现在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是各方的酝酿力量。一旦大战爆发的时候，游戏、电子商务、会员服务、广告、新闻一样，跑马圈地，占领制高点，世界大战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艘航空母舰，向对手发起冲击，要么夺取，要么摧毁，不可以没有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，就是为了要研究发展最新的软件跟技术，让我们保持在对手前面。这是我们新的航母基地。我知道你们暂时不同意，但我还是做了。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。Tony，你不用跟我们说这些。要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，你就直说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谈专业。我们都是专业出身的，不讨论专业问题，讨论什么？团队。你跟我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你是想打散我们的团队吗？我们的团队有那么容易打散吗？您记得当年，我们恨不得有人出50万，我们就把麒麟给卖了。北上广深，我们折腾得不亦乐乎。
没人愿意正眼瞧我们一眼。那些日子我们不也过来了吗 ？Tony 啊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。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另立中央，你在搞你自己的小圈子，这是在分裂。照你这么干下去，麒麟就会被毁了的。我没这么想。那你的产品跟麒麟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成熟了也还是麒麟的一部分。说的好听吧，Tony？咱们可是一起出过汗、遭过罪的兄弟。现在放弃麒麟，那都是我们竞争对手想方设法、千方百计都做不到的。你要是做到了，那就是自己动手砍招牌。我们之前做的软件是基于 PC 的，现在做的软件是基于手机的。我保证这个软件成熟之后不放到 PC 端去，对麒麟没有危险，不存在自砍招牌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想问的是，为什么不能自砍招牌？我们自己革自己的命，表示我们自我蜕变了，我们进步了，我们就还有在互联网世界生存的权利，不是吗？托尼，你将来不打算引入麒麟软件的用户吗？准备和蜜疗魔晶一样，从零开始？2亿的用户说不要就不要了？我现在摆明跟你说了吧，Tony。要是没有麒麟这么一个庞大的用户支持和技术后盾，你想怎么着？带着几十个人躲在农村？你的技术力量够吗？外围有保障吗？运行测试能做吗？你的钱够烧吗？未来市场运营、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，你还能找到一个比麒麟更好的平台吗？你自己的软件做出来也成功不了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。这么好的事业，这么好的平台，不能说不做就不做。我还真能够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办公室留给你吧。也就是说，你打算离开我们了？你是麒麟的灵魂，你走了，我们的市值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你下决心要走？温小姐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听说金总心脏不太舒服，我特地来看看。谢谢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只是正常的身体检查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上次我们谈的收购魔晶股份的事情，我拟了份合同，想请金总过目一下。这时候谈不好吧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等金总身体允许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对不起。Tony，今天我们大家都在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对我们大家有什么意见，咱们当面说。干什么呀？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着就没有办法解决了？非得要弄得一拍两散、鸡飞蛋打，是不是？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，但是热血沸腾。现在呢？你的个人财富过100亿了吧？今年胡润的中国富豪榜排名又靠前了。你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股份占的最多的、最富的，排名也是最靠前的。怎么着？现在指责我们大家买别墅、买豪车，我们不是清教徒，没打算一辈子干工作干到肝癌为止。我没指责任何人。大家的财富是年轻的时候挣出来的，当然有享用的权利。问题是，
问题是我不想，我不想开游艇，我不想去澳洲买个别墅睡在里面，我为什么要在外面另起一摊？因为我斗不过你们，公司内部已经腐败了，跟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是一样的。刚开始的时候开天辟地，无可抵挡，然后呢，一旦失去动力，内部就开始腐朽。黄炎培管这个叫做历史周期率，公司现在就在周期里面。过新年，过新年！下班了，人都走光了。你白天上班在这儿，晚上下班还住在这儿，不无聊吗？你不是下班也没回家吗？我今天就不想那么早回家。这2天我心情有点郁闷，我来就是想占用你点时间，晚上陪陪我，行吗？叶总，人来了，让他进来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我叫人请他过来的。我们就是想看看您聘请的领军人物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。罗先生，我听说您的软件和魔晶竞争失败了，到处找投资，现在还不稳定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在运营商手下的互联网研究中心做技术主管，后来为什么不做了？因为他们不创新。你手里现在这个产品有没有商业运作这个构想？没有。我问你一句啊，你的这个产品是否能够承载麒麟技术的所有研发项目？麒麟企业的这个技术部有上千人的团队，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担当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呢？那肯定是没有。所以我就说，你也就是个互联网的浪人，可能我这么说都好听了，你就靠做点山寨软件，投资自己都拉不来吧？那么我再问问你，你就在你那破厂房里面，你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做得出符合这个市场要求的合格的产品来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够了吧？远远不够。我想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意见：另起炉灶，多此一举。Tony，我建议你在外面这支团队可以并入总部的产品基地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托尼，今天就算是麒麟技术股东会，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也没什么用。一旦进入总部，我的产品还怎么开发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对我们有意见。叶志光作为技术部的主管，为什么不能把这摊挪回来？你是不是想让他辞职？别，这话让Tony自己说。Tony，如果我做的达不到你的要求，我可以辞职。你一句话的事儿。这可倒好，开个会还得躲出来开，太阳都快晒死我。有什么话赶紧说吧。
我就是个天使投资人。本来大多数天使投资人都应该在 A 轮融资后，盈利套现退场。结果我和徐家莹被郭新林给忽悠了，还指望他开创奇迹，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现在被动成这样，路是咱们自己选的，就不说这个了。咱们说说洛菲斯把股权卖给李奔腾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第一，他变成大股东，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意见。第二，依着郭新年现在烧钱的速度，如果李奔腾不同意继续追加投资，剩下的钱就得咱们几个自己掏。我肯定不掏。温迪，沃云生那边 B 轮融资到底有没有可能？郭新年跟纳兰确实一直在争取沃云生的 B 轮融资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沃云生不会再投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我觉得李奔腾跟沃云生已经谈好条件了，他们背后有交易。又是李奔腾，他真成神了。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金振邦了，而且又突然住院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你们都同意的话，我就再争取一下。我不同意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姓金的不行。我也表个态啊，我手里这点股份不能变成废纸，我得把它变成钱。谁也别想祸害我嫁不出去。原来各位传说中的大哥，也会像小孩一样吵架。说辞职就辞职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个高级地方实在是太冷了。我最近已经习惯我们那个破厂房了，每天出一身大汗，也挺好。白读，我们那儿还真不错，能吃得饱，也有床睡，挺好的。每天一大波人一起碰撞，谁有了想法就立刻跑到电脑面前写下来。创业嘛，各位都是创业者，也都经历过创业时代，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。那段日子不值得你们怀念吗？刚才您说我是互联网界的浪人，其实您说的对，我还真是挺浪的。您知道我怎么看您吗？要我说，您就是互联网界的暴发户。您几位都像，真的。我真是挺喜欢现在我们那个破工厂的。如果您几位觉得我们顶着麒麟的名头，在那么个野地方野着，不好听，别人看了不好看，而不是因为什么真正的权力斗争什么的话，那我觉得各位多虑了，不用替我们操心。我们在那不错，真要把我们发回来到这么高级的地儿，我觉得我可能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做对的事情，我们在研发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有意义的软件，我很满足。各位，我说完了，各位老板，请继续开炒吧。这件事情这样子吧，就当我犯了个错误，你们就让我出去闯一闯，
试一试。如果我真的不灵，有一天我举手投降了，那我就去澳洲买别墅，跟你们一块住。托尼，你就别在这和稀泥了。今天正好大家伙都在这儿，咱们就做个决定。要么你把你这个所谓的什么团队解散了，要么就把它归到我们技术部。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托尼，你要是投降的话，也是跟自己人投降。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了，我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？你进来一下。李总，给我们订餐，一天不够2天，2天不够3天。所有人在屋子里面开会，讨论不出结果，谁都不准走。好。通知所有高管，取消休假，全部回公司待命。好的。你走吧。Aye, aye, Captain. 你快点儿，别像老头一样，赶紧。这么晚了，你还精力充沛。我爱吃爆米花。好，我去买。来个爆米花。你好，爆米花15一桶。正好，谢谢。慢走，祝您在奇幻乐园玩得开心。我们先玩什么呀？打气枪吧。拖把，行不行啊？就是说你像老头吧，眼睛都花了。再来一把。后边有人等着呢。啊，那个小朋友们，不好意思，哥哥还想再打一会儿。要不你们先选个别的玩，让叔叔先玩吧，我们玩别的去。好吧。好嘞，谢谢。叔叔怎么还跟小朋友抢着玩？叫哥哥。最后10枪啊，打不中走人。10枪就10枪，选一个奖品，我打给你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就这个。我就知道你会选那个1等奖，是不是？连中88，是不是？瞧好了，打不中怎么办呢？打不中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听你的。真的都听我的。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做。现在所有人都逼我卖股权，我现在是走投无路，是想跟我说这个吗？行吧，先不聊这个。好，先打枪，我说话算数，打不中我就卖股权。不过我运气一向很好，不可能打不中。走你！拖把。走你！拖把，你的运气呢？别着急，好运马上就到。哇！看到没？哇塞，4枪，5枪，6枪，老总7枪了。安静点，就差最后1枪，关键的最后1枪，来，给我吹口仙气儿，吹一口仙气儿。赶紧打吧。碰到也算。找好了。
我说我掰不了吗？呀！ Let us see the world. 有你陪着我，走着漫漫人生路。我想抱抱你，对你说声 See I do。有你陪着我，抵御严寒和酷暑。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。 踏上前方的旅途。车轱辘话说一天了，不是真的，我真想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哎，就这么一个对讲机功能，然后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还有什么功能来着？行了啊，你已经没有说话的功能了，你闭眼歇会儿吧。重点就是用户体验不一样，新的产品。 以对讲机作为核心功能，抓起来就能用。那就找最好的设计师设计出来啊！架构咱们自己做，视觉上的东西没有那么难。同学，我大学几个同学在硅谷成立了个设计团队，那个苹果电脑的白色方块就是他们作品。你要是需要，我随时把他们叫过来，好不好？用户体验不是只有视觉、线条、美工，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。咱们现在目标很明确。 就是使用方便，增加使用者粘合度。所以，除非新软件围绕着对讲机功能展开整个架构，那这跟原来的麒麟还一样吗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要砍招牌呗。哎呀，我都说了一天了，你们怎么那么固执呢？死守着 PC 有什么好的？你们要真看我不顺眼，干脆举手表决，把我开除了，回来睡觉去。哎，Tony。 咱们谁也别说谁固执，要不是因为咱们固执的话，咱们也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事儿，咱们就耗到现在这个点儿。还有，我们哥4个都认可你在麒麟的作用，你是灵魂人物，我们怕你，所以你别老动不动的就什么举手表决啊、辞职啊、回家睡觉，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们。这样，你要是看我们不顺眼的话，你就把我们开除了，都不用举手表决，好吗？现在是你威胁我。 你是灵魂人物，我怎么威胁你？谁不是呢？哎，你们干嘛？我收拾下桌子。收吧。哎，还有灵魂人物，这么大个老板，你是不是下回能给我们订点稍微好吃点的东西啊？太难吃了。 李密，哎，把吃光的降压药拿来。好。还有，给我们整4布尔塞来。好。胰岛素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胰岛素。啊，好的。而且。 在新平台之上，除了对讲机功能之外，以后这个软件必须具扩张功能，就是我们可以再扩展它其他的新功能。这个东西是我们原来的麒麟做不到的。行，你别以为我们这圆寂一个，你就能说得过我们啊！来，谢谢你来陪我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去一个没你的地方，试着忍住不去回望。你令我的倔强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向流
刚才不是还好好的、开开心心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愁眉苦脸的？不想送我？没有啊，我这不是已经把你送到家了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，跟所有人闹意见，坚决不卖魔晶的股份。我虽然没什么资格劝你啊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该放手的时候就不能恋旧。这个世界很大，人这一生也很长，执着固然好，但不能固执，这样只会把跟你合作的人都伤了。我是不是非得把魔晶卖掉，这个世界才算满意？我知道我做不了乔布斯，我也不可能把魔晶做到像麒麟一样有划时代意义的软件。我其实就是个无能的人，对吗？你跟我说句实话。乔布斯这一生过得很狼狈。你要问我，我不喜欢。我也不想你成为他那样的人。魔晶一定是一款伟大的软件，只是它诞生的时代和麒麟诞生的时代不一样，所以命运也会不一样。郭新年，其实我常想，你要是真的能再笨一点，再傻一点，真的像二哈那样就好了。这样至少你能少一点痛苦。我要是放弃了魔晶，我去哪儿？我除了会做软件，我什么也不会了。不要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。我今儿挺可怜的。我除了刚才瞎猫碰着死耗子，连打中了8个气球以外，我活到这么大，我有什么事是顺的？你知道吗？刚才你在打气球的时候，我很紧张。我一直在求老天。求他什么呀？我求他保佑你这个死脑筋，让你至少在今天可以过得快乐一点，至少在今天可以得到所有你想得到的东西。你看，这不就心想事成了吗？那我还有个奢求。你说，老天爷一定能满足你。我爱你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？纳兰，回来了，站在外面干什么？有话屋里说。晚安。妈，回去了。几点了还不回家？以后早点回来，多让人担心。我说我运气不好。
Luca，哎，这还早呢，你再睡会儿。你干嘛呢？我马上就完事儿了，你再睡会儿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。你到底干嘛呢？我这几天不是没法陪着老大熬夜吗？所以我就把他发过来的东西再测一遍。通宵达旦呀！要不然你们俩凑一对得了，肯定夫唱妇随，幸福美满。反正老大也是自己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一大早的，别在这添乱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如果有一天你们俩选择在一起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真诚的祝福你们俩的，真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过2天婚礼我跟老大办得了，你让位。好啊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还怎么不禁斗呢？怎么跟你闹着玩呢？快再去睡一会儿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啊！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！好孩子啊！好啊。那到时候在婚礼上，我也要宣布一件事儿。我要告诉老大，我要把你和我的股份全部卖掉。我要买大平层，我要买大豪宅，我要买学区房，我要生了儿子。非得这么干吗？我不这么干不行啊！你不死心啊？老大犯神经那是他的事儿，但是你必须得跟我一块儿，好好的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我还学过小提琴，小的时候学了几年，后来就放弃了。我从小就爱争强斗胜，只要有一点不如人，回家就跟自己生气。看来你那么小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较劲了啊！那后来我也没再瞧你拉过小提琴啊。有一个比我晚学1年的小孩吧，他虽然起步晚，练习的时间也比我少，可是同一首曲子，就是拉的比你好听。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真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才说服自己，我的才华就是不如人。幸亏我没有爱上小提琴，要不然这辈子就毁了。后来我发现，世界上有一些人，他们是构造或者是理念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们总是能感动、影响别人。你比方说像罗丹啊、毕加索、乔布斯，我特别希望成为这样的人。或许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了，但是我总想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机会。
我可以再加把劲。你知道，我老是觉得我在大学毕业没多久，我还很年轻，所以我挺佩服你们的。你们比我勇敢，你们愿意承认自己变老了。哎呀，所以我就说呀，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人。我们呢，做什么事情靠的是目标，目标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真实，比较具体。我们有可能会离它越来越近。而你做事情呢，靠的是理想。哇，理想这个东西，这可就悬了，它虚无缥缈，你看不见它，也摸不着它，有可能你还离你的理想越来越远。这就跟登山一样，我们呢只看见了眼前这座山，我们只想爬上这座山，看看这座山山顶上的风光。而你不是，你爬完了这座山，还想着爬下座山。我问你，你知道你最后一座山在哪儿吗？你这种人呢，永远不会得到那种满足感，你也就得到不了满足以后的那种幸福感。你太不幸福了。或许你说的是对的，但你刚刚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最起码我现在还能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狂奔，这是我的幸福，而我愿意为了这种幸福一直停留在这条道路上。你这不是幸福，你这是病，得治。金池小的时候啊，就喜欢跟着家里的司机混在一起。那司机我知道，人挺老实的，就是经常背着我跑到澳门去赌博。哼，也是40、50岁的人了，我能说什么呀？但那天金城回来跟我说，班里有个大点的孩子，挺凶的，要跟他借钱。我说多少钱呢？他说5000块。小孩子要这么多钱？是，刚读国小，当时那5000块，是香港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啊。当时也没说什么，就给他了，找个人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。我是怕金城乱花钱，做不该做的事情。你猜怎么着？他把那钱拿着，替那司机还了赌债。少爷倒是很仗义啊。那个司机拿钱的时候，哆哆嗦嗦的。我跟他说，5000块钱小事，今年的狗叫得好，还不止这个价呢。小心点开车，就什么都在里边了。怎么，不对吗？谈不上不对，只是觉得这钱给的有点不合规矩。为什么？无功不受禄，无功而赏。有的时候容易起贪念，就像您说的，金家的狗叫得好都不止这个钱，但是狗是不是也得叫几声才有钱拿？所以我觉得您这钱给的有点随意了。对不起，金总，我随便说2句，您千万别生气。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把那股份协议留下吧，我们这几天研究一下，尽快答复你。谢谢金总的支持。当时我跟郭新坚谈，开价并不低呀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卖。郭新年只是不肯卖自己的，仅此而已。金总，那您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
温小姐，你猜怎么着啊？后来那司机啊，真起了贪心，他真的要绑架金城，勒索我。就像你说的，无辜受伤，贪心必起。这是我私人的请求，你可以驳回。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。我知道我平时固执，也不尊重领导，说话也不招人喜欢。你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很透彻吧？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我无路可走。纳兰，你不该这么想。你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明白，人生没有那么多奇迹。郭新年无路可走了，还要坚持，是蠢；你明知道他无路可走了，还要等待奇迹，是糊涂。放手吧。你要让我给你个建议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也许你们到庙里求一炷香，拜一拜，可能有救。时势造英雄啊！郭新年单枪匹马地杀出来，从身无分文到身家过亿，他还有什么苦恼的呢？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该去死呢？纳兰，你是被感情冲昏头脑。我再跟你说一句更冷酷的话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所有人都害怕面对真实。郭新年睁开眼睛，一旦发现魔晶消失了，他也就不再被关注了。他要继续纠缠下去，又无路可走，没有平台，没有资金，没有强有力的技术团队。就算你给他融到了 B 轮，结果也不会比现在好。听我的，放手吧，把自己从幻想里拽出来。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事情有很多呀，都比做软件有意思。你听懂了吗？彭总，高总来了。彭总，高总，彭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走。那走。安静，你干嘛？你先进来。你别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事儿说。我刚才看见高迪进彭总办公室了。我看见了。纳兰，你要帮我做个证。你要告诉郭新年，是高迪自己来洛菲斯卖魔晶股份的，我没有教唆他。高迪是来卖魔晶股份的。是。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爹还没死呢，你们都要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不光像我这种小老婆要跑，像高迪、徐佳莹、杨洋洋这种创始股东，也要把股份卖掉了。你这么说，
上次你去沃云生那儿，也是去卖股份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。你看看，这是高迪、徐佳莹、杨洋洋3个人的授权书，他们委托我卖掉魔晶的股份。你这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清白的吗？从前，这些人团结一心，经历千辛万苦才创立了魔晶。你倒好，你一去就把他们闹得鸡飞狗跳，现在都要各奔东西了。你还要郭新年对你怎么样啊？他没有伤害你，你非要把他逼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叫背后捅刀，忘恩负义。我十分佩服高迪先生，那么早就选择投资魔晶，很有眼光。我一直都想有机会当面向你请教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我今天是专门来向您请教的。股份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你的意思是让我收购你手里的股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您不妨考虑一下。我们刚把魔晶的股份出售给麒麟，现在又回过头来收购你手里的股份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魔晶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没有啊，魔晶没有问题。你到我这儿来就说明有问题。高迪先生，你应该说实话。我提醒你，魔晶在市场上的估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这个团队。你现在私下里来找我，如果让人知道了，他们就会认为魔晶的内部已经分裂了，估值会大受影响。那我再问一句，对我们来说，现在是不是只剩下卖掉魔晶股份这一条路了？我知道你投了400万，占魔晶股份的33%。你当初投资魔晶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你现在钱赚到手了，为什么不卖呢？等什么？等它变成废纸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看我。纳兰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就别装正人君子了。你没有资格指责我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我要抛弃郭新年，是他们所有人都要卖掉股份。所有人都可以把股份卖掉，但是你没有资格。你的股份是怎么来的，你最清楚了。你是不劳而获。终于说出来了吧？你就是耿耿于怀，表面上装作毫不在乎，其实你就是在意那些股份。纳兰，承认吧，有时候你也是嫉妒我的。你给我滚出去！否则我用脏话骂你了。
使劲骂，急了可以再打我。你这么羞辱我，你觉得我不在乎是吗？你说我不劳而获，我告诉你什么叫不劳而获。我忍受郭新年半夜在卫生间听你的语音邮件，忍受他做任何重大决定都要事先到你这儿来领圣旨，忍受你牵着他的手去见你爸，他看你的样子就像一个初恋的男孩一样。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像刀子一样，捅得我千疮百孔。别说温迪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无聊了。你们好开心啊！我负责扮演一个坏女人，这样你们在道德上是不是很有优越感？像这种不劳而获，你做一个给我看看。纳兰，我跟你说这些，不是想巴结你，也不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是想让你劝劝郭新年，放弃吧，别再固执了。谁让他只听你的话？点早餐啊，好。谈一宿啊？轮流睡呗，没谈清楚，他们不会走，我也不走。这至于吗？多买几样，要好吃的。好。该做的你都做了，
你已经尽力了。彭学武跟我说，让我们找个庙烧炷香拜一拜，求菩萨保佑。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？他的意思是，除非有奇迹发生，否则魔晶没救了。所以你应该放手。连你也这么说了。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温里拿着其他股东的授权书去找了沃云生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。他还去找了李奔腾和其他几个人。你明白这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现在就是楚霸王在垓下，3000弟子俱散之，土崩瓦解，一泻千里。你要做楚霸王，我可不想做虞姬。放手吧，真的，别把自己逼死了。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我起码还有你，还有卢卡呀，不是还有一句话吗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如果咱们3个人的劲儿往到一块儿使，那也许魔晶还有救啊。你确定要这么干？我说了，我不甘心。那好，我先给你提一个建议，先把温迪手里那5%的股份买回来，他的破坏性太强了，我很了解他，他会钻天大洞，想180个办法出来把魔晶卖掉。你知道5%的股份要多少钱吗？我现在每天要发工资，维护系统运营，做软件升级，租供服务器，我花钱跟烧纸一样。我买不起了。那你还坚持什么呀？郭新年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奇迹了。你连5%的股份你都买不起，这样的资金储备量你还能撑多久？你去问问你的员工，如果你发不出工资，他们还愿不愿意继续为你工作？楼下的办公室，如果你交不起租金，你还能不能继续办公？只剩下我跟卢卡，是远远不够的。魔晶的草创年代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有奇迹了。我的生命里就一直有奇迹发生。我当初一无所有，我2手空空骑自行车去的西藏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共同创造了魔晶。现在魔晶市值2亿美金。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只有你的名片，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奇迹是什么？没有奇迹的人生太他妈无聊了。新年，你不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这样只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，最后伤害到你自己。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
我们两个是这个，这个是这个。我们两个说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你想给我绝对的信心，只有梦，只有爱，只有期待，值得创造的奇迹。我的理想不只是做第一，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定义。这就有点聊事的氛围了，有肉。有酒，有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肚子里面全是血，不和谐。哇，下午是谁打的吊瓶啊？我说，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啊，火锅上来了，现在和谐了。我看你是快要进协和了。叶日光现在一副饿死鬼拖丧的样，这都是为了怀念曾经乞丐般的过去呀！你们谁还记得原来咱们一块儿在那小黑屋里熬着，那会儿叶日光什么样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瘦的跟卫东现在这样似的？你再看看现在胖的啊，整个一元帅，天蓬元帅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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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等会儿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给你带高老庄去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当初咱们创业的时候造成的。你们记住，咱们当时创业的时候，你们几个说想吃面食，我一大早上上早市去工作院馒头去了。然后回来以后，卫东又拽着我一起去写补丁。当你们再说想吃馒头的时候，咱们一看，馒头已经变成夜明珠了，全是毛啊，大绿毛啊！来，杀二军！所以说现在啊，我有什么就赶紧吃啊，趁热吃，要不然下顿什么时候吃，这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我就在想，你说。咱们那会儿怎么了？那是啊，哪来那么大的劲儿？啊，都跟苦行僧似的。志光跟卫东他们俩人搞研发，托尼带着咱俩啊，是不是咱俩？带着咱俩上外面跟那些赞助商去喝酒，每回回来以后醉的那都跟狗一样。对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当时咱们搞那表情包的时候，啊，资金链断了，哎。Tony 一摔门，哐当一下就走了。我当时以为这孙子肯定是抛弃咱们4个，自己跑了。结果这半夜回来了啊，叮当叮当在这敲门，那吐的屋里那是稀里哗啦呀！啊，问他什么都说不清楚，最后就说出2句话来。第一句话就是，钱来了。第二句话是我饿。哎，当时一飞。从那个水池子底下拿出2包方便面，哎，他藏了，对，他藏了，多鸡贼！一口锅，5个人，2包面，真香，真香，真香啊！我就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方便面汤。他当时啊，哎，就这手拿着碗，这手拿筷子。哎，怎么吸不上来呢？我说大哥，我这是面，这是筷子，这是筷子。哦，谢谢啊。来。喂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但我真的不甘心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那怎么办？
谢谢你理解我。你别着急说我爱你，等到你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再说不迟。郭新年，真的，魔晶都成了你的鸡蛋壳了。如果你自己不努力挣扎着出去，没人能帮得了你。我懂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对那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，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。那天麒麟的这个名字，就应该是那天给起。托尼还跟咱怎么说来说，说一旦这个麒麟这事儿成了，咱们哥5个就都是麒麟当爹。不，还有，这光有爹没有用啊，没妈也白瞎，没他。哎呦，喝多了。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啦哒哒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却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让你无法自拔。你唱，啦啦啦，到你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哒。站！哎，兄弟，到你了。不是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不都是你起头，然后你先跳的吗？怎么了？都多少年了，词儿都忘了。什么？忘了？有些事儿能忘，有些事儿这辈子都不能忘。说的太对，有些事儿，有些事儿这一辈子都不能忘。这句话从你嘴巴里面说起来特别可笑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忘记，我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创业，我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，我没有忘记我们的理想，我没有忘记这一切都是为了麒麟，为了麒麟。所以你要另起炉灶。不说，吃饭了。所以，你抛弃这几个跟你一起受过苦的兄弟，你认为这就是为了麒麟？对，因为我看到麒麟从里到外都烂了，因为麒麟现在停滞不前了，因为你们已经不是那个就算饿了肚子也要写补丁、写软件的你们了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忘了谁把你变成现在的人？我没有忘记，而且我在告诉你，麒麟不是我一个人，麒麟是我们5个人的。我他妈打醒你！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。放松啊，身体放松一点。挺放松的了呀。对我再松就瘫地上了就。好，没事，你们甜蜜一点啊。哎呀，想起了我小时候演节目，把脸涂上这边补点光装亚非拉儿童。哎，暴露年龄了。不是，哎，你们瞅瞅，这叫母子情深。到时候咱们婚礼现场拉一横幅，上面写着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。你讨厌吗？你们最佳损友，你说的人卢卡越来越紧张，今儿拍不完了。笑一个，笑一个，来，
都来不了了，我这腿都快跪断了。那个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我们拍张全家福。对啊，咱们一块儿拍个全家福吧！快来，都来！全家福，喜当爹，恭喜恭喜！当什么爹？哎，过来！哎呀，你们俩拍婚纱照，我们就不掺和了。我们这都没打扮，快来，佳音姐，挺美的。来吧，沾沾喜气，过新年，难得。对嘛？来，大爷们一块拍太奇怪了，走吧。不奇怪，咱们5个还没一块拍过照片。老大，别磨叽，快来！哎，高迪，来，陪我把这龙椅给他放上。我把衣服换来，了。搬什么椅子呀？谁坐呀？你坐呀，郭伟人。我一个人坐啊？对呀，来坐吧。你是老大，当然得你坐了。哎，大家靠拢一点，保持微笑。看这边啊。哎呀，我怎么有种咱们要散伙的感觉？